2022赛季巴林站的季前测试即将打响，转眼间离新赛季 F1 开赛已经只剩1周了。面对今年这场不亚于2014年采用混合动力引擎的规则大改以及地面效应的回归，所有车队现在都身处于一个未知领域中。不到巴林站 Q3 方格旗挥舞的那一刻，我们恐怕看不出什么端倪。到时候围场里，你咋这么快？你这是违规升级套件啊！这样的声音肯定此起彼伏。会不会只剩下窝法吹着傍晚的寒风，不禁感到当下一凉，怎么掏空了？而去年回归的新秀阿隆索就是冲着这次规则大改而归来的。2021年的比利时站赛前，头哥宣布自己和 Alpine 续约1年征战2022赛季，但自己的老伙计 Kimi 却选择了退役。这就意味着在如今的围场里，只有阿隆索和维特尔同时见证了 F1 的 V10、V8 和 V6 3个年代。但 Kimi 是唯一一位在 V10、V8、V6 时代都取得分站冠军的车手，同时也保持着349场大奖赛起步的记录。这里要分清 Grand Prix Stars 和 Grand Prix Entries 的区别。参考去年摩纳哥站倒霉的勒克莱尔，他虽然参加了摩纳哥站，但由于排位赛 Stupid 造成的变速箱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发车格上，所以这并不算作一次 Grand Prix Start， 只能算作 Grand Prix Entry。然而 Kimi 的349场起步记录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头哥的333场。在去年输掉了和维特尔、阿隆索的超车榜冠军争夺后， Kimi 又将失去一个榜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头哥将在9月11号的意大利站上追平 Kimi 的记录。在下一站新加坡，他将成为参赛经验最丰富的 F1 车手。其实原本应该在俄罗斯见证这个时刻的，如果俄罗斯站没有被取消，我想普京肯定会亲自来祝贺头哥的吧。而另一个榜单上，阿隆索18035圈的参赛圈数仅仅落后 Kimi 586圈。如果头哥的雷诺引擎像上个赛季一样稳定，而且没有退赛的话，那么在英国站他就可以超越 Kimi 了。届时年满41岁的头哥会不会又来了兴致再来一年呢？又或者是在掌声中退役，为年轻的皮亚斯特里让位，去到 IndyCar 赛场上再尝试冲击一次 Triple Crown 呢？不过看西班牙季前测试这态势，就怕开赛后头哥又是金句频出啊。虽然里程数排名倒数第3，但是头哥对这台 Alpine A522 的反响却很好。燃油问题的确实遇到了，但头哥相信车队会在巴林解决这个问题。不过2018年在迈凯伦的时候，头哥也是这么说的呀，希望这不是一口给自己的毒奶。而如今围场上的另外2个老年人汉密尔顿和维特尔分别以288场和279场排在第6和第7，中间夹着巴里切罗、迈克尔舒马赫和简森巴顿。其实我一直搞不懂一个问题，为什么老汉比维特尔大2岁半，但老汉依然看似活力无限，渴望继续冲击8冠，而维特尔却成了佛系拖拉机驾驶员了呢？我明白了，法拉利你罪大恶极呀！所以我的建议是，老汉和梅奔的合同到期后，可以去法拉利养老，让从来没开过拖拉机的汉密尔顿感受一下德国老农的苦恼。说到汉密尔顿，这个赛季对他的期待还真不少。2月5号，老汉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以一身西红柿洋葱炒鸡蛋配色宣布了自己的回归，然后迈克尔马西就下课了。你说巧不巧？今年汉密尔顿迎来了一位新队友，自己的老乡乔治拉塞尔。这老带新加2个英国人的双层 buff， 恐怕是触及了老汉的2层 DNA 呀。2007年，汉密尔顿作为第1年参赛的新人，在赛季后半段和上一年的世界冠军老大哥阿隆索斗的是你死我活，最终让 Kimi 以1分之差拿到了世界冠军。阿隆索离队后，汉密尔顿和丝毫威胁不到他成绩的科瓦莱宁搭档了2个赛季，并在2008年拿下世界冠军。2010年，另外一个英国人简森巴顿签约迈凯伦，巴顿一上岗就死死地盯着汉密尔顿，势必要战胜他来证明自己作为2009年世界冠军的实力，而不是只靠布朗 GP 的火星车。绅士车手巴顿也罕见的在2011年的加拿大站和汉密尔顿发生了事故，而拉塞尔作为一位把威廉姆斯开上领奖台的新人加英国人，不知道这个赛季会和老汉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他会不会帮老汉去打破舒马赫的7冠纪录呢？虽然去年匈牙利站拉塞尔在 T2 里甘愿牺牲自己成就队友拉提菲，导播也把这段对话贴心的放给了观众听。If you need to compromise my race to help Nicky do it, I will box early to avoid the undercut for anyone else. Prioritize Nicky. 但谁能保证车要是快起来了，拉塞尔的野心会不会跟着起来呢？不过把8冠的角逐放到一边，这个赛季依然有大把的记录等着老汉去打破。汉密尔顿已经开着梅奔参加了178场大奖赛，仅次于舒马赫与法拉利的180场。这对组合简直就是一个记录粉碎机。
无论大大小小的记录都被他们踩在脚下。前年汉密尔顿打破了舒马赫的91胜纪录，去年则达成了自己的100杆和100胜，而今年他可以尝试一下连续第16个赛季都至少有1场胜利或者1个领奖台。如果他能够做到，那么他将再一次超越1992到2006年的舒马赫，成为这项纪录的拥有者。而如今围场里只有维斯塔潘有希望打破这个纪录，但他的战绩只有连续6年，他也只进入了 F1 7年。但是这项纪录始终在进行着，老汉也至少可以在这个宝座上坐上他个10年。自从汉密尔顿进入 F1 以来，他一共在31条不同的赛道上参加过大奖赛，而其中有2条赛道是他最喜欢的，那就是匈牙利的亨格罗宁赛道和英国的银石赛道。老汉在匈牙利一共拿过8个杆位和8场胜利，与塞纳在圣马力诺的8个杆位和舒马赫在法国的8场胜利持平。匈牙利可谓是汉密尔顿的福地，在这条梅奔的传统优势赛道上，如果汉密尔顿能拿到一个 pole to win， 那么他将一次性打破2个纪录。而在银石赛道上，汉密尔顿是极少数很少受到主场魔咒困扰的车手之一。他在自己的15次主场比赛中拿下了8场胜利和11个领奖台，这可是连在低级别方程式都无法在摩纳哥完赛的勒克莱尔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而且老汉已经有了在主场胜利次数最多的记录，只要今年的英国站他能登上领奖台，那么他就是主场胜利和登台次数双项纪录持有者，当之无愧主场的神。今年梅奔要是能延续去年的状态，那么到时候肯定是这个记录被老汉破了，那个记录又被老汉破了。不过今年有个最大的变数，拉塞尔，所以今年的状况一定是梅奔又内斗，我法杰漏拿下冠军，剧情一定是这样的，哈哈哈哈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就是汉密尔顿的运气似乎大部分时间下都很不错，在大部分的撞车事件中他都能逃过一劫，而且本来车就好，在掉到队尾以后好像总能出安全车或者红旗，把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拉近。汉密尔顿就像大学班级里的学霸，不光成绩好，而且每次押题还一押一个准儿。博塔斯吧，虽然成绩跟得上，但是每次考试不是拉肚子，就是笔怎么在纸上划了都写不出来字。成绩是远高于及格线，但下个学期还是有被开除的风险。今年七七终于不再凄凄惨惨，总算有个能长期落脚的地方了。这么一看，七七自从出道以来就没有开过黑提价的车。今年的博塔斯算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了，在汉密尔顿的阴影下开了5年的车，这次终于可以体验一把1号车手的感觉了。而我觉得今年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项记录，就是中国第1位正式 F1 车手的诞生。周冠宇已经开着阿尔法罗密欧 C42 在西班牙跑了112圈，比博塔斯3天的总和54圈还要多。没错，博塔斯的总里程数甚至比西班牙站正赛的圈数还要少。这就意味着阿尔法罗密欧的总里程数令人担忧，仅仅排在哈斯之前，排名倒数第2。不过好消息是，除了稳定性和机械故障方面的问题， C42 并没有在空气动力学设计上遇到太大的障碍。当然，海豚跳是所有车队必须面临的烦恼。博塔斯则叫我们不用担心，他们完全知道怎么处理，就是白天测试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修车，车队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论阿尔法罗密欧这辆车的实力如何，我希望大家可以给周冠宇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毕竟这是中国人在 F1 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2步，最后我们才能慢慢的跑起来。我在新赛季对周冠宇的期望和他本人的目标一样，经常进 Q2， 偶尔进 Q3， 最重要的是拿下属于我们的第1分。加油，我们3月18号巴林见。另外，我会在巴林站前后更新一期入坑项的回顾解说。很多观众在后台推荐我做一期2011年加拿大站的回顾解说给刚入坑的新人看，那就请大家准备好3连，点点预约按钮，不要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们。我们下期经典回顾不见不散，拜拜。